上期视频我们讲到安徽亳州挖出曹操父亲和祖父的家族墓地，今天我们接着讲这个曹氏家族墓地中另外2大颠覆认知的惊天谜团与发现。这第一个谜团就是曹操的大女儿曹宪身为汉献帝贵妃，本应葬入皇陵，却违规归葬亳州娘家，墓中还陪葬着象征兵权的环首铜刀。这究竟是挑战皇权的权谋布局，还是对作为政治牺牲品的女儿的愧疚补偿？更让人没想到的是，曹氏宗族墓中竟出土了几百块工匠偷偷刻下的苍天乃死砖，比黄巾起义还早14年。这难道是底层人民对曹氏家族权倾朝野的无声控诉吗？这第二个谜团就是流传千年的曹操身世争议。曹操究竟是宦官曹腾的正统血脉，还是夏侯家过继的子嗣？上期视频留下的曹操身世悬念，今天终于要水落石出了。下面眼见古今就带大家顺着考古的线索潜入这千年古墓群，看文物如何说话，揭开这重重谜题。1979年，亳州城南的马园村，一片看似普通的农田里，村民在耕种时一锄头下去挖到了坚硬的砖石。这个意外发现让当地文物部门立刻绷紧了神经。要知道，亳州作为曹操的故乡，城南一带早已被证实是曹氏宗族墓群的核心区域。这里距离1974年发掘的曹腾墓、曹嵩墓仅有2公里。从地理位置和墓葬分布规律来看，这片农田下的墓葬极有可能是曹氏家族成员的长眠之地。考古队火速赶到现场，经过初步勘探，确认这里有2座相邻的汉代墓葬，分别命名为马园村1号墓和2号墓。可谁能想到，命运却开了个残酷的玩笑。考古队员率先发掘的马园村1号墓，早已被历史上的多次取土和盗掘折腾得面目全非，墓顶完全坍塌，墙壁和铺地砖被拆得七零八落，连墓石门和门额都不见踪影，只剩下零星散落的东汉细条纹绳砖。这些带有典型东汉特征的砖块，默默诉说着墓葬曾经的规格。由于破坏过于严重，考古队清理数周后，除了残砖断瓦，未发现任何有价值的文物。墓主人身份彻底成谜，无奈之下，考古队只能将全部精力转向相邻的马园村2号墓。1980年春，发掘工作正式启动。当墓葬的全貌逐渐显露，所有人都被震撼得说不出话来。这座墓葬墓门朝东，由前室、南北耳室、3个中室、3个后室及主墓室共10个墓室相连组成，全长 13.4 米，宽 6.42 米。布局严谨的如同地下宫殿，券顶采用错缝砌筑工艺，结构精巧到让人叹服。要知道，在东汉时期，墓葬的规制直接对应墓主人的身份地位，如此恢宏的规模、复杂的布局，绝非普通贵族所能拥有。可这座墓的主人究竟是谁呢？为何1号墓与2号墓仅隔100米，命运却天差地别？一个个疑问像钩子一样勾住了所有人的心。随着2号墓发掘的推进，墓中的文物陆续破土而出，每一件都暗藏玄机，让考古队员既惊喜又困惑。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后室淤土中出土的一把长 89.5 厘米的环首铜刀，刀身宽 3.5 厘米，刀柄后有一圆环，锻造精良，刀刃虽历经千年锈蚀，依旧寒光凛凛。在当时的汉代人眼中，环首铜刀是武将的标配，象征着兵权与威严。在东汉，只有身份显赫的将领或手握兵权的贵族，才能将这样的兵器作为陪葬品。难道墓主人是一位骁勇善战的武将吗？可接下来出土的文物却与环首铜刀的武将气质格格不入。墓中陆续清理出釉陶楼、陶猪、釉陶鸡、釉陶狗等生活化名器。釉陶楼分上下2层，上层是单檐房屋，下层带楼梯，左侧还附带猪圈，造型写实，还原了东汉贵族的居所风貌。陶猪憨态可掬，釉陶鸡昂首挺立，釉陶狗双耳朝天，细节刻画生动，充满生活气息。再加上奢华的铜制车马器名器，包括车位、马标、铜铃等，工艺精湛，
尽显墓主人的尊贵底蕴。一边是武将专属的环首铜刀，一边是生活化的贵族器物，两种风格迥异的文物为何汇集于一墓？这墓主人的身份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就在大家百思不得其解时，考古队员在主墓时淤土的深层有了意外收获，他们发现了一件狮钮套印。这枚印章高 3.5 厘米，底部边长 2.1 厘米，母狮怀抱小狮的造型栩栩如生，毛发、五官刻画的细致入微，铸造工艺精湛到让人叫绝。当队员们小心翼翼地将嵌套在一起的印章拆分，外层母印底面阳刻的曹县印信4字和中层子印底面的曹县2字清晰可见，瞬间让墓主人的身份水落石出。原来这座墓葬的主人竟是曹操的长女曹县。可让人惋惜的是，狮钮套印本是3套一组的规制，墓中却仅存2枚，最小的一枚不知所踪。考古专家推测，要么是历史上的盗墓贼在盗掘时因印章体积小巧而遗漏了部分，要么是墓葬早年进水坍塌，导致最小的印章被淤土掩埋或流失。说不定这枚缺失的印章还藏着更多关于曹县的秘密。根据《后汉书·皇后记》记载，曹县是曹操的长女，建安18年，曹操已坐上了魏公之位，权倾朝野，但为了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权力，做出了一个震惊朝野的决定，将长女曹县、次女曹节、三女曹华一同送入宫中，同时嫁给汉献帝刘协。建安19年，汉献帝册封这3女为贵人。一时间，曹氏3姐妹垄断后宫，曹操通过女儿们牢牢掌控了汉献帝的身边人，为日后曹丕篡汉埋下了伏笔。这场看似风光的联姻背后藏着的是赤裸裸的政治算计。曹县3姐妹从出生起就注定成为父亲权谋棋局中的棋子。可让人疑惑的是，按照东汉的礼制，父嫁从夫，死从夫葬，外嫁的公主、贵人必须葬入皇陵或夫家墓地，绝对不能葬回娘家宗族墓群，这是延续数百年的铁律。可曹县不仅归葬亳州曹氏家族墓群，还拥有如此恢宏的墓葬，这打破常规的安排到底是谁的旨意？而墓中陪葬象征兵权的环首铜刀会是偶然吗？让专家费解的是，为曹县安排归葬陪葬环首铜刀会是念及兄妹之情，篡汉称帝的曹丕吗？还是父亲曹操在去世前早已为女儿做好安排，用这种方式弥补对他的愧疚？更奇怪的是，史料中对曹县的记载少得可怜，仅提到他建安19年被封为贵人，此后的生年卒月、晚年生活、去世时间全都一无所知。反观他的妹妹曹节，建安20年被立为皇后，曹丕篡汉时，曹节怒斥兄长，窒息于地，此后陪伴汉献帝被贬为山阳公，直至魏明帝汉献帝去世，曹节继续守陵，直到他去世后与汉献帝合葬。这些事情史料记载得明明白白。同样是曹操的女儿，同样嫁给汉献帝，为何命运和记载会有天壤之别？曹县是否在册封贵人后不久便去世，还是因为宫廷斗争失势而被历史遗忘？他的晚年究竟经历了什么？可惜这一切都成了历史留给我们的谜题，后人无从而知。曹县墓的发掘让我们看到了曹氏家族权谋与亲情的交织，可由于墓葬早年被盗，进水严重，墓中并未发现曹县的人骨，想要通过 DNA 破解曹操身世的秘密，就只能从其他家族墓中寻找了。就在大家为错失线索而遗憾之际，后续发掘的另一座曹氏家族墓叫元宝坑1号墓，带来了新的希望。这座墓中出土的2颗牙齿，谁也没想到从它们上面提取到的骨 DNA 成为破解曹操身世千古谜题的关键。1976年，考古队在距离曹嵩墓仅450米的元宝坑村发现了一座汉代砖石墓，命名为元宝坑1号墓。从地理位置来看，它与曹腾墓、曹嵩墓相距不足500米，显然属于曹氏宗族墓群的核心区域。可这座墓葬的命运同样多舛，早已遭到严重叨扰，墓顶残缺不全，
耳室的铺地砖被人全部揭开盗走，后室的棺椁腐朽殆尽，现场一片狼藉。为了安全起见，考古队采取阶顶式发掘，小心翼翼地清理这座由前室、中室、后室及东西北3个耳室组成的6室砖结构汉墓。尽管破坏严重，但墓中出土的文物依旧让人惊喜不断。1976年秋，北耳室清理过程中，一批鎏金车马名器破土而出，包括散花式构件、拱钉帽、小铜铃、马车位、鎏金小马鞍等。虽然都是公墓主人阴间使用的名器，却工艺精湛，鎏金层虽有脱落，但依旧能看出当年的奢华，这暗示墓主人身份绝非普通贵族。东耳室的发现更具历史价值，考古队员在这里清理出10枚半两钱和15枚5铢钱。半两钱始铸于秦代，是秦始皇统一6国后推行的法定货币，而5铢钱则是于西汉武帝元寿5年沿用至唐初。秦代货币与汉代货币在同一墓葬中出土，并非偶然。正如专家所说，古代货币多为铜铸，具有金属价值，朝代更迭后并不会立即废弃，而是继续流通。这一发现不仅印证了汉代货币沿用前朝的习俗，更为墓葬的年代判定提供了重要依据。西耳室出土的1厘米见方绿松石，墨绿色与翠绿色相间，表面光滑温润，引发了专家们的激烈争论。一部分专家认为，东汉时期围棋盛行，文人雅士皆以围棋为乐。这些绿松石大小均匀，色泽温润，极有可能是墓主人生前喜爱的围棋子。另一部分专家则认为，这些绿松石边缘有细小的钻孔痕迹，更可能是镶嵌在漆器、铜器上的事件。可惜原器物已腐朽无存，无法印证。最让人意外的是，后世出土的一把红绿剥镂象牙雕齿残件。这把象牙齿长仅 5.9 厘米，厚 0.68 厘米，洁白的象牙上刻有刻度圆点，还雕琢着小鹿、飞鸟的精美图案，工艺极为精湛。经修复后，完整长度达 23.5 厘米。据考证，这是东汉中和节时皇帝御赐大臣的宝物，象征着对大臣公正履职、廉洁奉公的期许。能拥有这样的御赐之物，墓主人的身份绝对是东汉高等级官员。更重要的是，墓中出土了137块文字砖，上面共刻有625个字符，其中多块刻有会稽曹军字样。结合史书上长水校尉曹赤和比美师之子为曹腾字季兴等提及曹氏家族成员的文字，考古人员初步推测，墓主人是曹操的叔父曹印。加上《水经注》记载说，曹印是曹操堂叔曹赤的弟弟，曾任业者，主管礼仪外交事务。可谁也没想到，后续的检测会推翻这个推测，揭开另一段真相。最后，考古人员还在墓中发现了2颗牙齿，这2颗被遗忘的牙齿将在2009年曹操后人寻根项目中发挥关键作用。我们先来简单说一下，长久以来关于曹操的身世的争议主要有哪些方面。首先，从魏晋时期起就争议不断，流传最广的说法来自裴松之著《三国志》时引用的《曹瞒传》，他记载说，松，夏侯氏之子，夏侯惇之叔父。也就是说，曹操的父亲曹嵩本是夏侯家的孩子，后来过继给宦官曹腾为养子，曹操因此拥有夏侯氏的血脉。这个说法流传了近2000年，让曹操的身世蒙上了一层厚厚的迷雾，甚至很多文学作品、民间传说都采信了这一说法，将曹操与夏侯惇、夏侯渊等夏侯氏族人视为宗亲。可这个看似根深蒂固的说法，却经不起严谨的推敲。第一个致命漏洞是曹氏与夏侯氏的通婚习俗。根据史料记载，曹氏与夏侯氏世代联姻，曹操娶了夏侯渊的妹妹为妻，生下了清河公主。夏侯惇的儿子则娶了曹操的女儿清河公主。在古代，同族不婚是严格的伦理纲常，一旦违背，会被视为大逆不道，遭到天下人唾弃。如果曹操真是夏侯氏的血脉，他怎么会允许这种违背伦理的通婚发生？这显然不符合常理。可既然不是夏侯家的，那曹操的父亲曹嵩到底是谁家的孩子？
他为何会被宦官曹腾收养呢？真相究竟如何呢？我们接着往下看。为了解开这个千年谜题，2009年，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李辉教授带领课题组启动了一个轰动中国的曹操后人寻根项目。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工作人员需要在全国范围内梳理曹氏族谱，筛选出可能与曹操有血缘关系的族群。经过3年的努力，他们共梳理了全国258部曹氏家谱，结合《三国志》《后汉书》等史书和各地地方志的记载，层层筛选，交叉验证，最终从全国10多个省份的曹姓族群中筛选出8支具有高度可信度的曹氏族群。这些族群的家谱均记载其先祖为曹操，且传承脉络清晰，无明显断层。接下来就是关键的 DNA 检测环节。专家们关注的是男性特有的 Y 染色体，因为 Y 染色体在父子间代代相传，不会受到女性基因的干扰，是追溯父系血脉的活化石，就像一条永不中断的遗传链条，能精准反映家族的血缘传承。2012年，课题组对这8支族群的男性成员进行了 Y 染色体 DNA 全序列检测，一个惊人的发现出现了，这8支族群的男性成员竟然都携带了一种罕见的 Y 染色体类型 ORF1462。这种 Y 染色体类型在普通汉族男性中占比还不到 1%， 如此罕见的类型集中出现在8支互不相识、分布在不同省份的曹姓族群中，绝非偶然。专家们推断，这8支族群极有可能是曹操的直系后裔，而曹操本人的 Y 染色体类型也应该是 ORF1462。可要最终证实这一点，还需要一个关键证据，这就是曹操先祖的 DNA 样本与这8支族群的 DNA 进行比对。就在这时，专家们拿出了1976年元宝坑1号墓出土的那颗保存完好的牙齿。这颗牙齿是墓主人的旧齿，牙体完整，齿髓腔未被污染，具备提取骨 DNA 的条件。2013年，这颗沉睡了近2000年的牙齿被送往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实验室。可在检测前，专家们通过齿面磨损程度判断，墓主人去世时年龄在50岁以上，但是曹操叔父曹寅约30多岁去世，这与之前根据《水经注》记载推测的曹操叔父曹寅身份严重不符。这个矛盾让所有人都犯了难，墓主人到底是谁？这颗牙齿还能破解曹操的身世之谜吗？带着这个疑问，专家们开始了艰难的骨 DNA 提取工作。工作人员首先用特殊试剂清洗牙齿表面的污染物，再小心翼翼地从齿髓腔中研磨出少量骨粉，然后将骨粉浸泡在专用化学溶剂中反复萃取、纯化。经过3个月的努力，终于成功提取到了有效的 Y 染色体 DNA 片段。2013年秋， DNA 检测结果正式出炉，这颗牙齿的 Y 染色体类型与8支曹氏族群的 Y 染色体类型完全一致，都是 ORF1462。这个结果如同惊雷，直接从遗传学角度证实元宝坑1号墓的墓主人与曹操属于同一父系家族，曹操是曹氏家族的正统血脉，绝非夏侯氏过继而来。同时结合《后汉书》曹腾传的记载和牙齿年龄鉴定结果，专家们修正了元宝坑1号墓主人的身份，他不是曹操的叔父曹寅，而是曹操的叔祖父曹鼎。曹鼎是曹腾的弟弟，曾担任过河间国相、吴郡太守，为官多年，去世时年龄约55岁，与牙齿磨损程度判定的年龄完全吻合，而文字砖上会稽曹军的记载也与曹鼎曾任职吴郡太守的履历相互印证。这场延续近2000年的身世争议，终于在2013年被现代科技画上了圆满句号。真相就是，曹嵩并非夏侯氏之子，而是曹腾从本族，也就是曹鼎所在的分支过继来的侄子。曹操的父系血脉源自曹氏家族正统，与夏侯氏并无血缘关系。这样一来也能解释得通，宦官曹腾有钱又有权，肯定是认一个有血缘关系的侄子为养子，才能让曹氏家族继续发展壮大下去。这个结论不仅破解了1000年谜题，更印证了考古实物与现代科技结合，
在历史研究中的巨大威力，让那些流传已久的猜测不攻自破。元宝坑1号墓的价值远不止破解曹操身世之谜，墓中还出土了137块文字砖。这些文字砖并不是曹氏家族留下的，而是工匠们在替曹氏家族修墓时偷偷刻下的留言，不仅揭露了曹氏家族的秘辛，更反映了东汉末年的社会百态，堪称一部地下史书。这些文字砖都是造砖工匠在砖坯未干时刻上去的，没有固定的放置位置，在券顶的位置相对比较多，想必工匠们觉得这个位置不容易被发现。刻字的人五花八门，有地方小官僚，有戴罪发配的官员，还有底层苦力。他们或许是出于无聊，或许是积压了太多愤懑，最后在砖上刻下了自己的心声。比如一块砖上刻着王父汝使我作此大弊，竟冤我人不知也，这句话直白地抒发了被冤枉、被迫服劳役的愤懑。再比如做苦心丸，当奈何，喊出了底层劳动者在繁重劳役下的无奈与哀呼。在这些文字砖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块刻有苍天乃死4字的砖。熟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黄巾军起义喊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两者意思几乎一致。更关键的是，伴随出土的建宁3年4月纪年砖，证实苍天乃死刻于公元170年，比黄巾起义早了14年。这就奇怪了，为什么在起义前14年就有工匠在木砖上刻下这样的口号？这背后难道有什么隐秘吗？其实答案很简单，这4个字说白了就是道出了东汉末年的社会真相。当时社会矛盾已经尖锐到一触即发的地步，底层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对腐朽的统治充满了不满。这块苍天乃死砖也因此成为研究东汉末年社会矛盾与黄巾起义背景的核心文物，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收藏于国家博物馆，生动还原了1800多年前东汉末年那段动荡不安的历史。另一方面，通过这些文字砖，我们也看到了曹氏家族的强权与地位。修建一座墓葬，竟然动用了如此多的人力，上到戴罪官员，下到底层苦力。最后给大家梳理总结一下这2期视频所讲的曹氏家族墓。自1974年曹操祖父曹腾墓、父亲曹嵩墓被发掘，截至1990年，亳州已发现22座曹氏宗族墓葬，散落于董源村等地，构成规模庞大的墓群。目前仅曹腾、曹嵩、曹操之女曹宪的墓主身份被明确，剩余19座仍在发掘中。从墓葬规格与出土文物中，我们能清晰梳理出曹氏家族的崛起脉络。曹腾积累政治资本，曹嵩官至太尉，再到曹操统一北方，血脉与权力的传承深刻影响了东汉末年至三国的历史走向。墓葬正是这段历史的实物见证，而出土的生活器具、车马名器等更全方位还原了东汉贵族的生活与丧葬制度，堪称一部活的曹氏兴衰史。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曹宪墓，这位汉献帝的贵人打破帝妃避葬皇陵的东汉传统，归葬娘家曹氏墓群。这不仅印证了三国乱世皇权旁落，曹氏掌权的政治现实，更折射出礼制的崩溃与重构。建安18年，曹操将三女嫁与汉献帝，本是掌控后宫的政治算计，但他为曹宪修建恢宏墓葬，厚葬爱女，又流露出枭雄不为人知的父爱与愧疚，尽显曹操性格的复杂多面。此外，现代 DNA 技术与考古学的结合，为历史研究开辟了新路径。曹操身世之谜的破解，正是考古实物、史料记载、现代科技三重印证的典范，为破解其他历史疑案提供了借鉴。至于那19座尚未发掘的墓葬里，是否还藏着曹氏家族不为人知的秘密，相信随着考古技术的进步，这些悬念终将被一一揭开。亳州曹氏宗族墓，这座沉睡在中原大地之下的地下宝库，历史价值难以估量。在这里，每一块木砖，每一件文物，都在诉说着1800多年前的传奇，见证着曹氏家族的兴衰荣辱，更折射出东汉末年的风云变幻。
考古工作者历经数十载寒暑，以锄头为笔，毛刷为眉，一点点揭开历史的面纱，让曹县归葬的礼制谜题、曹操身世的千年争议终于尘埃落定。文物无言，历史有声。那些精美的陪葬器物、刻着文字的古砖，不仅是中华文明的珍贵瑰宝，更让我们读懂了乱世枭雄的权谋与温情，读懂了一个家族的辉煌与血泪。而曹氏宗族墓群的探索远未画上句号，那些尚未发掘的墓葬，尚未解开的悬念，仍在等待科技与时光的解锁。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后续曹操宗族墓有任何新发现，我们都会第一时间更新，欢迎大家持续关注眼见古今，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